大家好，欢迎回到任我行天下。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中欧之旅，来到捷克的首都，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金色城市布拉格，一座所有文青都向往的浪漫城市。别看布拉格的实力现在在欧洲有点排不上号，当年可是风光过的。捷克这块地方原来一直叫波西米亚，一战以后，捷克人才把这个日耳曼的名字改成了捷克。公元9世纪的时候，斯拉夫人的捷克部落就在现在的布拉格这里建城堡了。后来，布拉格就一直是波西米亚公国和王国的首都。14世纪，波西米亚出身的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四世把帝国首都定在布拉格，直接把布拉格推上了欧洲的 C 位。这个查理四世就是当年搞了个金玺诏书，规定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要由7个选帝侯来选的那位皇帝。查理四世死了以后，布拉格虽然没有那么风光了，但一直地位也不低，在奥匈帝国的时候也是帝国重镇，就是2战以后才真的慢慢边缘化了。布拉格的景点主要分布在伏尔塔瓦河两岸，河的左岸是老城区，右岸是城堡区和小城区。连接两岸的查理大桥是绝对的打卡地标。这座桥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一座16拱的石桥，每隔20米就竖着一对圣人雕像，一共30个，每个都是有故事的。最有名的是捷克圣人圣约翰内波穆克的雕像，大桥上唯一的一座青铜像。据说摸一摸会有好运气，而且会再回到布拉格，所以很多人把底座摸得锃光瓦亮。走在查理大桥上，感觉就像穿越回了中世纪，尤其是早上或者傍晚，阳光洒在河面上，桥上的雕像被照得金光闪闪，装插怀古两相宜。大桥在老城这边有一座塔桥，最美哥特式门户之一。在对岸小城那边也有一高一矮2座塔桥。建议可以上到老城这边的塔桥顶上，看看伏尔塔瓦河两岸风景，尤其拍布拉格城堡很好。接下来咱们去看看布拉格城堡。这个公元9世纪建的城堡是世界上最大的古城堡建筑群，基本就是个小城市。当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波西米亚国王就住这里，现在的捷克总统府还在里面。城堡里的圣维特大教堂很震撼，以前波西米亚国王加冕都在这里。一排排的彩绘玻璃窗，阳光一照进来，整个教堂五彩斑斓，很神奇的感觉。黄金巷是一条可爱的小巷子，据说以前这里住的都是金匠和炼金术士，房子都是彩色的，特别适合拍照打卡。还有就皇宫也要看的，里面的弗拉迪斯拉夫厅气场不小，当年搞宫廷舞会和各种仪式的地方。还有个抛窗事件的房间也有点意思，当年波西米亚的新教人民反抗哈布斯堡家族强推天主教，把3个帝国大臣从窗户扔出来了，间接引发了后来把神圣罗马帝国完全打残，死了小一半人口的30年战争。总之，不管是看风景还是了解布拉格的历史文化，布拉格城堡是一定要去的。接下来咱们去布拉格老城看一看。从查理大桥东头下来，接着走个5分钟就到了布拉格的心脏地段老城广场。广场中间是个纪念碑，纪念捷克名人当年的新教改革先驱杨·胡斯的。南边的泰恩教堂，2座哥特式双塔很有辨识度，教堂里面内饰也很华丽，祭坛和管风琴就是一个巴洛克风格的高调奢华。广场西南角的老市政厅700年历史了，塔楼是可以上去的，是看老城风景的好地方。布拉格号称千塔之城，从塔楼上您可以俯瞰这个梦幻城市，一片红红的屋顶间的各种颜色和形状的塔楼。市政厅的南墙上就是有名的天文钟，每到整点，钟上的12使徒就会排队出来跟大家打招呼，很有意思。老城广场附近还可以随机转一下，中世纪老城风光还是很耐看的。从老城广场往南走几分钟，就是瓦茨拉夫广场。瓦茨拉夫是捷克的守护圣人，这里说是广场，其实就是一条巨宽的大街，几百米长，两边特别热闹，全是商店、餐馆和剧院。广场南端是捷克的国家博物馆，
前面有个圣瓦茨拉夫的骑马雕像。感觉瓦茨拉夫广场地位应该是相当于纽约时代广场或者马德里的格兰大道这些地方。布拉格城堡下面的那片小城区也非常好逛。中世纪的时候，老城那边是捷克人住的，小城这边是日耳曼人贵族的地方。这里那个绿顶的圣尼古拉教堂也是个华丽浮夸的巴洛克教堂，很漂亮。还有个列侬墙，倒是和披头士乐队的列侬关系不是很大，就是一面普通的墙。从1980年代，大家就不停在上面涂鸦，写点披头士摇滚歌词，表达各种愤青思想。现在成了个打卡景点了。或者就在小城里随便转转，干净漂亮的街道，中世纪风情的建筑，不会失望的。还有南边一点的高堡区，稍远一点，相对小众，但其实非常有看头。据说最早布拉格的城市历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后来查理四世把城市中心放到了布拉格城堡那边，这里就安静多了。在这里，您可以避开人群，静静地欣赏伏尔塔瓦河风光。高堡的圣彼得与保罗教堂是个地标，新哥特式建筑，很古朴有味道。高堡里的维索赫拉德公墓埋着很多捷克名人，比如写《自新大陆》的大作曲家德沃夏克。墓园里面其实很有艺术感，可以看一下。还有个高堡城门和圆顶教堂，都挺有特点，很值得一看的。要想看整个布拉格的风景，您一定要上一次佩特人瞭望塔。这个瞭望塔也是个布拉格地标，就是个山寨版的埃菲尔铁塔，1891年建的，上面视野无敌，360度布拉格美景。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出几十公里去。布拉格很美，也是个很有历史感又很文艺浪漫的城市。这里有很多咖啡馆，也是品味时光和文化的好地方。最有名的比如卢浮咖啡馆，100多年历史了，据说是当年捷克大作家卡夫卡写《变形记》的地方。这里也是爱因斯坦的最爱，周杰伦据说也来过。还有帝国咖啡馆，排名世界前10最美的咖啡馆，2战中幸存下来的就在5星酒店帝国饭店里。里面金碧辉煌，各种浮雕马赛克，和布达佩斯的纽约咖啡馆异曲同工，都是在博物馆或者皇宫里喝咖啡的感觉。下面总结一下攻略：布拉格四季分明，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美，想去就去就对了。一般至少要2天，特种兵除外。欧洲各大城市都有到布拉格的航班，坐火车也很方便。市内交通地铁、公交、Uber、Bolt 都有，很方便的。布拉格不是很大，其实很多景点走走都能到。说到布拉格，不得不说一下啤酒。捷克是全世界人均啤酒消费量最高的国家，布拉格的啤酒馆遍地都是。金色的比尔森拉格啤酒的鼻祖就在捷克比尔森镇，所以去布拉格一定要来一扎正宗的皮尔森欧克生啤爽一下。注意，在布拉格除了在啤酒馆以外，咖啡馆一般也都是可以点菜喝啤酒的。当然，布拉格的美食也不能错过，基本都是些硬菜。首推的烤猪肘和炸猪排都是外酥里嫩，搭配捷克传统的酸菜、面包饺子和黄芥末酱，和德国版的比各有千秋，但都绝对好吃。街头小吃烟囱卷也要试试，是个甜点，皮是酥的，里面松软，外面撒了糖粉和坚果碎，咬一口又香又甜，幸福感满满。住宿的话，住在老城区更有历史感，逛景点也方便。新城吃吃喝喝买东西更方便一些。河右岸的小城区很安静很文艺，逛城堡也方便，但比左岸稍贵一些。好了，今天的布拉格之旅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喜欢这个古朴又浪漫美丽的城市。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评论和转发。